我叫江之意，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开始做各种奇怪而又恐怖的梦。在梦中，我会变成各种动物，且出现在各个凶案的现场。我猛地坐起身，无意间瞥见面前的碎玻璃，倒影里一只棕褐色的大蟑螂正晃着触须。我不可置信地扭了扭腿，倒影里的蟑螂也跟着动，我竟然变成大蟑螂了。正安慰自己，眼前出现一片巨大的阴影，我抬头只能看到一双男人的鞋。还想跑？砍了你的腿，看你还往哪儿跑！年轻又带着嘲弄的男声响起，我一下子就听出来是我的男友秦宇。我晃着触须往下看，差点吓死。一个女孩正害怕地靠在墙边，赤裸的身上满是伤痕，苍白的脸上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着，写满了恐惧。哼，你太吵了。秦宇用刀拍了拍女孩的脸，刀刃顺着脸颊划到脖颈、锁骨，最后落在她的左腿上。在女孩惊恐的眼神里，他猛地举起砍刀，噗的一声闷响。灼热粘稠的液体溅了我一身，女孩痛苦的尖叫，我想喊想阻止，可身体被鲜血浸透，翅膀也粘住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秦宇一下又一下挥着砍刀。女孩的叫声越来越弱，身体从反抗到抽搐，最后没了动静。我拼尽全力挥着翅膀想阻止，却被秦宇无视。他俊朗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笑，像是在疏解情绪。许久，秦宇开始清理血污，冰冷的冷水冲在女孩身上，我被混着血的冷水灌了2口，从发丝间冲了出来。秦宇的目光扫过来，我身子一颤，他嫌弃地皱着眉：哪里来的蟑螂？他把我扔在地上，一脚向我踩来。不要！嘎嘣一声脆响，我被他踩死在脏屋里。不要！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大口喘着气，被碾碎的感觉还清晰地留在身上，揉了揉脸颊，摸了摸脑袋，没有触须，我松了口气。原来只是一场梦。可一想到梦里的画面，我就拿出手机给秦宇发消息。我昨晚真的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蟑螂，我亲眼看到你肢解了一个女孩。秦宇只发来一句：在家等我，我给你买早饭。我正要回复，手机弹出同城热点，我随手点进去，醒目的标题让我心头一紧。江州市发生第3起女性分尸案，妙龄少女被杀害，手段残忍，分尸巧合吗？梦里刚看见秦宇杀人，现实就出了分尸案。我翻看着内容，脸色越来越白。一位网友发的现场照片，我点开只看了一眼，就认出了那个女孩，正是梦里被秦宇杀死的人。原来昨晚的梦不是假的，秦宇真的是连环杀人犯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门口传来有节奏的敲门声。之意，开门，我给你带了早饭。秦宇温和的声音响起，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。他来了，我刚跟他说过梦里的事，他是不是来灭口的？我蜷缩在地板上，喉咙发紧，第一个念头就是报警。江之意，开门。门外的声音没了耐心，带着催促和警告。我颤抖着拨通报警电话。您好，这里是江州市报警中心。不等对方说完，我急切地喊：我昨晚梦见我变成了一只蟑螂，我亲眼看见我男朋友杀人了。女士，你说什么？接警员的声音满是疑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静下来。我看见我男朋友是分尸案凶手，他就在门外一直在敲门。我家在平安小区2栋3单元301。话音刚落，门外没了声音，随之而来的是钥匙插入锁孔的扭动声。咔嗒，门锁开了，秦宇走了进来，脸上挂着阴暗诡异的笑。嘘。他用食指按住我的唇，切断了报警电话，阴恻恻的目光落在我脸上。之意，你不乖哦。他猛地伸手掐住我的脖子，温柔的眼眸里只剩狠厉和杀意。我本能地抓着他的手背，狠狠留下几道血痕，鲜血涌了出来，这却刺激了他。他眼底迸发出嗜血的光，抓着我的长发，狠狠撞在地砖上。你和他们一样，都该死！一阵晕眩袭来，昏迷前，我看到10几个警察涌进家里，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利落地将秦宇甩了出去。再次醒来，我躺在江州市医院的病床上，窗外一片漆黑，想起身，后脑传来阵阵剧痛。见我醒了，那个高大的男人走过来，拿出证件给我看，我只看清了江州市公安局几个字，他叫霍远征，目光清冷地看着我。江小姐，我们搜查了你男朋友秦宇的住处，经过现场勘查，秦宇确实是分尸案的嫌疑人。不过，你报警时说亲眼所见，你在案发现场，你也参与了。我连忙摇头，没有，我是梦见的。梦见？霍远征挑眉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蟑螂吗？我知道这话离谱，还是把昨晚的梦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病房里安静了10分钟，终于霍远征开口：江小姐，你觉得自己说的现实吗？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，自己是怎么协助秦宇完成犯案过程的。迎上他凌厉的目光，我心底一颤，他居然把我当成嫌疑犯了。霍远征像在审讯犯人，他打量着我。副队钱鹏飞接了个电话，连忙把霍远征叫出病房。我听见他抓着头发说：队里排查了案发现场附近，所有视频都没有江之意出现的画面。
霍远征紧抿着唇，透过玻璃看向病房里的我，沉声道：“盯着他，案子结束前不许离开江州市，随时和警方保持联系。”审讯室里，秦宇被绑在审讯椅上，冷眼看着霍远征，毫无惧色。你们都查到了？你是一个人完成这3起杀人分尸案的？秦宇冷笑。当然。动机是什么？秦宇的眼神瞬间变得阴沉狰狞。他们全都该死，就因为我穷，所以瞧不起我。霍远征追问：江之意他有没有参与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江之意。秦宇的眼神先软了软，随即满是惊恐。他是个疯子，他说他变成了蟑螂，还看见我杀人了，他只能死。虽然他不嫌我穷。清晨，霍远征从审讯室出来，秦宇交代了所有犯罪动机和过程。钱鹏飞走上前：霍队，看来江之意确实没参与。霍远征抿着唇，内心翻涌，没参与却知道所有细节，还说自己变成了蟑螂，太离谱了。钱鹏飞指着电脑屏幕：江之意，女，20岁，无任何犯罪记录。盯着点他。霍远征的眸光依旧锐利。我走出医院，狠狠打了个喷嚏，摸了摸鼻尖，抬头看着太阳，有种宛若新生的感觉。摸了摸隐隐作痛的后脑勺，后怕不已。居然谈了个连环杀人犯，说出去谁信啊？还好秦宇被抓了，今晚总能睡个好觉了，可别再变成奇奇怪怪的东西了。这夜我又做了梦，从床上坐起来，刚起身，身体咚的一下往前蹦了一下，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。我低声咒骂，嘴里却发出呱的一声，再骂一声，还是呱。我缓缓低头，月色下的深潭水面映出我的样子，一只拳头大的黑绿色癞蛤蟆。好消息是不是蟑螂了，坏消息是变成了癞蛤蟆。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，尝试着挪动身体，啪叽一声，轻松跳跃后稳稳落到泥泞里。下一秒，长长的舌头像闪电般弹出去，舌尖的粘液粘住了什么，舌头回缩，我鼓着腮帮吞了下去。我居然吃了东西，一阵恶心涌上来，却发现干呕声不是自己发的。恍惚间听到一个女人的干呕声，我发现泥沼边有一栋破败的小房子，后腿一蹬，跳到窗口，借着月光看到里面居然有一个人。我想看得更清楚，又蹦了一下，跳过破窗，离女人越来越近，我已经能操控这副癞蛤蟆的身体了。啪叽一声落在他身侧，绿豆眼盯着他，他只看了我一眼，就疲惫地靠在墙边，大口喘气，似乎对癞蛤蟆早已司空见惯。看清他的脸时，我愣住了，这是段雨璇，1年前江州富豪段国成的独生女，下课途中失踪，段国成发了悬赏令，赏金从50万涨到200万，警方搜寻多日无果。悬赏令上的段雨璇圆脸圆眼，有婴儿肥，可现在她邋遢的长发遮住半张脸，瘦的只剩一把骨头，唯有腹部诡异隆起，像怀孕8个月的孕妇。她不仅被囚禁，还怀孕了。呱！我想和她沟通，嘴里却只发出难听的叫声。车轮碾压泥泞的声音传来，癞蛤蟆对声音敏感，我立刻跳到角落里，歪着头偷瞄。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，居然是跛脚，他手里拎着破袋子，进门把袋子扔在段雨璇身边，里面滚出几个烂苹果和长毛的草莓。段雨璇刚吐过，没胃口，男人瞬间火了，踮着脚走到他身前，抓起烂草莓塞进他嘴里。段雨璇挣扎着，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：“妈的，臭婊子！”男人一巴掌抽在他脸上。你还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？你不是只吃草莓尖尖吗？吃啊，给老子吃！他一边骂一边把草莓往他嘴里塞，腐烂的果汁顺着他的嘴角流下。段雨璇一手护着肚子，一手抵挡，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。狗男人，呱呱呱！我最见不得男人打女人，后腿一蹬跳了出来，可我只是只癞蛤蟆，拼尽全力也只跳了半米高，啪叽一声落在男人的鞋面上。男人低头，和我的绿豆眼对上，背光的缘故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他却看到了沾满污泥的我。妈的！他想甩掉我，却因为跛脚站不稳，摔在地上。他恼羞成怒，脱了鞋砸向我，我被砸中，咕呱一声摔在地上。他爬起来，抓起铁锹，狠狠砸在我身上，砰的一声，我感觉身体瞬间被砸瘪，巨大的冲击力让我从床上摔在了地上。回到熟悉的房间，我心急如焚，闭上眼，想再回到梦里，却怎么也进不去了。难道梦里死了就回不去了？我知道这次的梦也是真的，段雨璇还活着。我拿出手机搜索悬赏令，确认梦里的人就是段雨璇后，没有冲动，打开和钱鹏飞的对话框发消息：钱警官，我做了个梦，我梦见了段雨璇被囚禁的地方是一个郊外的池塘，旁边有一个破房子，红色的房顶，你们能不能派人过去看看？钱鹏飞始终没有回复，突然我一拍脑袋，为什么不联系段国成？从悬赏令上找到电话号码，我不假思索地拨通，电话那头传来沉稳的男声：“你好，哪位？请问是段雨璇的家人吗？”那边沉默几秒，我是他哥哥，你是？我知道段雨璇被关在什么地方。我语气激动，随后听到一个苍老急切的声音：“孟凡是谁呀？是不是有玄玄的消息了？”您先别急，可能又是骗钱的，我先问问。
孟凡的声音传来，接着是关门声。抱歉，打着雨璇旗号骗钱的人太多了，你说下具体地址，方便的话我们见面详谈。江州市局，钱鹏飞开完案情汇报会，看到我的消息吓了一跳，连忙拦住霍远征。霍队，江之意说他梦见了段雨璇被囚禁，还说了具体环境。他挠着头，这江之意会不会真有特异功能？这次总不能也是误打误撞吧？队员丁宇嗤之以鼻。段雨璇的案子，我们查了1年都没线索，他凭一个梦就能确定地址，我看就是精神病，别浪费警力了。可秦宇就是他做梦发现的。钱鹏飞反驳，那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联系江之意，让他来市局，通知信息科调取卫星地图，找他说的地方。霍远征打断争执，他也不信，但还是想验证一下。钱鹏飞皱着眉，霍队，江之意联系不上。这时，信息科警员推门进来，面色凝重。霍队，按环境特征，我们在卫星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地址——下城村。锁定江之意手机定位，通知离下城村最近的警力赶过去。一队，跟我去下城村。霍远征沉声道。与此同时，我见到了孟凡，他坐在副驾驶，回头看我。江小姐，说下地址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是一个池塘旁边有一个红顶的房子。话没说完，我才发现自己只记得环境，不知道具体地址，瞬间语塞。稍等一下。我拿起手机，才发现睡觉静音忘了关，上面有钱鹏飞的几条语音，连忙点开。找到你说的那个位置，在下城村。我们现在带队过去，希望你这次也能梦得准。语音被孟凡听了去，他挑眉。下城村，给你发消息的是警察。对，警方已经赶过去了。我松了口气。那我们也去。孟凡让司机开往下城村，又问江小姐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我一时语塞，总不能说自己变成癞蛤蟆看见的。孟凡笑了笑，没关系，只要能找到雨璇，这些都不重要。车子穿过市区开往乡下，孟凡一路沉默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疑惑，他电话里叫段国成霸，却不姓段，难道是段家的养子？半小时后，车子进入泥泞小路，司机找不到红房子，好在路上有新的车轮印，我猜测是霍远征他们，连忙说跟着车轮印走。10几分钟后，我看到了那栋红顶破房子，大喊停车！我推开车门冲过去，却被警察拦住。警方办案，无关人员禁止进入。我看到霍远征带队在房子外对着钱鹏飞挥手。钱警官走过来的却是霍远征，他沉声问：“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”我犹豫片刻，小声说：“我昨晚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癞蛤蟆。”霍远征的眉头瞬间皱起，先是蟑螂，现在是癞蛤蟆，他显然怀疑我的精神状态。找到人了吗？我着急地问，没心思细说梦境。丁宇跑过来，语气埋怨：“霍队，搜了3遍，什么都没。”他看到我，语气斥责：“江小姐，你这是浪费警力，这是违法的。”没搜到，不可能，这就是我梦里的地方。铁锹还在墙角，怎么会没人？身后传来孟凡的声音：“霍队，又见面了。雨璇的事又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我回头看着孟凡，他走在泥泞的路上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跛脚的样子格外明显。跛脚是他，就是昨晚用铁锹砸死我的那个男人。我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可他和霍远征显然很熟，我该怎么告诉霍远征，就是他囚禁了段雨璇？可房子里没有段雨璇的身影，一定是被转移了。孟先生，我们已经搜查过了，没有段雨璇的生活痕迹。霍远征面露歉意，孟凡露出失落的神情。非常感谢警方，我会代表段家给市局做慈善捐赠。孟先生，这就……霍远征的话没说完，就被我拽到一边。我急切地说：“不能信他，他就是囚禁段雨璇的人。你去查房子里有没有段雨璇的指纹，他流血了，还能测血迹反应。没有任何生活痕迹，我们搜了3遍。”霍远征打断我：“等等！”我突然想到什么，激动地说：“铁锹，癞蛤蟆，墙角的铁锹，你去看，一定会有一只被拍扁的癞蛤蟆尸体，铁锹上有他的指纹。”我把昨晚变成癞蛤蟆，看到孟凡殴打段雨璇，最后被他用铁锹砸死的事全说了出来。霍远征静静地看着我，丁宇跑过来，刚好听到最后几句，讥讽道：“精神病！孟凡是段国成的养子，怎么可能囚禁自己妹妹？我看你就是想骗段家的悬赏金，还说自己变成癞蛤蟆，咋不说你是孙悟空？”我没理他，抓着霍远征的手跑到红顶房子角落，果然有一只被拍瘪的癞蛤蟆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昨晚的我。霍远征的目光扫过癞蛤蟆和铁锹，沉默片刻，沉声道：“希望你不是在胡闹。”他叫来痕迹检验人员，全屋做卢米诺反应，提取铁锹上的指纹。随后，他走到孟凡身边，让他配合提取指纹。孟凡一脸错愕：“霍队，你该不会把我当嫌疑人了吧？这地方我没来过，你们也没搜到雨璇。孟先生，请你配合。”霍远征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钱鹏飞亲自给孟凡取了指纹，交给技术人员做初步对比。所有人都在等待，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丁宇更是沉不住气：“身份证拿来，报假警，可以拘留你10天，还能罚款。”他的话没说完，痕检人员探出头：“霍队，有反应！”同时，指纹对比的同事也喊道：“
货对，特征点初步符合。丁宇一脸不可置信，看着我的眼神满是震惊，我却没松口气。段宇璇还没找到，孟凡被带走时，目光惊恐又疑惑地看着我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？霍远征和钱鹏飞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，他们实在没办法相信眼前的结果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霍远征终于开口：你这种症状多久了？我无语了。你是觉得我精神有问题吗？霍远征意识到措辞不当，解释道：我是指你这种梦见案发现场。从秦宇开始。我如实回答。霍远征沉默良久，和钱鹏飞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解。霍警官，我提醒他，既然这里有段宇璇的痕迹，那他人去哪儿了？你是说他很可能有同伙？霍远征眸色一沉。放心，警犬正在赶来，我们不会让段宇璇有危险的。他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快，还能想到关键问题。现在回警局，必须撬开他的嘴。半小时后，江州市局审讯室，孟凡颓废地坐在审讯椅上，眼底满是狰狞的恨意。孟凡，我们已经找到了段宇璇，他正在被送往医院。你是想等他醒了指证你，还是老实交代？霍远征沉声问。听到段宇璇被找到，孟凡并不意外，他跟钱鹏飞要了根烟，狠狠吸了一口，烟雾萦绕中开口：段国成名义上收养我，让我叫他爸，可我在段家当牛做马10几年，没人把我放在眼里。我只爱宇璇，可他嫌我是瘸子，所有人都骂我是他的舔狗。我不在乎，可我曾经也是校草，打篮球特别帅，都是因为他喝醉了开车撞人，让我替他顶罪，说出狱就嫁给我。可我在监狱里被打断了腿，出狱后他却想拿钱打发我。孟凡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双手砸着审讯椅。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段国成那个老东西马上就死了，居然让他临死前父女团聚。不过没关系，段宇璇肚子里是我的种，他们骂我是段家的狗，我就让他给我生个狗崽子。孟凡狰狞地大笑着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霍远征把孟凡的作案动机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孟凡就是个疯子。他不承认有同伙，说昨晚离开时怕段宇璇逃跑，就把他关在了地窖里，还交代了替段宇璇顶罪的事。警方会重新调查当年的车祸。我皱着眉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难道真的是孟凡砸死我之后，独自转移了段宇璇？配合警方录完口供，我走出警局，一辆黑色车子停在我面前。车窗摇下，一个儒雅斯文的男人看着我。江小姐你好，我是宇璇的大哥段泽旭。找我？我有些惊讶。宇璇醒了，家父想见你，关于你提供线索的事，段家必重谢。段泽旭拉开后门，我上了车，脑子里反复想着必有重谢这几个字。VIP 病房里，段宇璇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，比我梦里看到的还要憔悴，被子下的腹部高高隆起。爸，江小姐来了。段泽旭说。段国成立刻握住我的手，声音哽咽：江小姐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女儿她可能就……爸，医生说你要注意血压。段泽旭安抚道，转头看向我。没想到孟凡居然是个白眼狼，害了宇璇。他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我，这是段家的一点心意，感谢你救了我妹妹。另外，希望宇璇的事情你能对外界守口如瓶。我看着支票上的一串零，这是感谢，也是封口费。段先生放心，我不会说的。我收下支票，这是我应得的。我看向段宇璇，他看到我，身体往后缩了缩，满是抵触。段小姐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被关在地窖里的？是孟凡昨晚关的，还是警察来之前被转移的？他是不是有同伙？江小姐，段泽旭突然挡住我的视线，语气带着警告：请注意你的身份，我们感谢你的帮助，但这件事已经给宇璇造成了伤害，我们希望他尽快养好身体，不要再提起和孟凡有关的事。我缓缓点头，不再追问道。别后离开医院，出门前看到几个妇产科医生走进病房，应该是给段宇璇检查身体的。刚走出医院，手机弹出微信好友添加消息，是霍远征。以后再走，随时联系我。离开医院，我叫车回了家，连着2天做这种噩梦，身体像被掏空了一样，只想泡个热水澡，好好休息。我靠在浴缸里，不知不觉就闭上了眼，一阵咕噜咕噜的土泡泡声把我惊醒，我居然睡着了，差点淹死在浴缸里。稍微一动，才发现自己居然在一个鱼缸里，不是浴缸，玻璃倒影里，我看清了自己的样子，一条通体红色、体型圆滚的金鱼。我凑到鱼缸玻璃边休息，突然听到隔着玻璃传来小孩子的哭喊声：“灿灿知道错了，灿灿再也不敢了。”高挑的身影动作略显急躁，不经意间碰到了身前瘦小的人，对方脚下一踉跄，后背撞到柜子，柜上的鱼缸随之滑落摔碎，一地狼藉。我暴露在空气里，窒息感和缺氧感瞬间涌来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那个打人的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可她的神情却无比凶狠。很快，一双小手小心翼翼地把我捧了起来，是那个小男孩，他哽咽着说：“嘟嘟，没事的，
我不会让你死的，嘟嘟。你是妈妈留给我最好的朋友，妈妈说过，她会一直陪着我，就像你一样。我心里一紧，只要做梦就没好事，千万不要让这个小男孩出事。闭嘴！女人突然抓着小男孩的肩膀，不许你提起那个贱人。他的力气极大，小男孩摔在地上，破碎的玻璃渣刺入他稚嫩的皮肤，鲜血涌了出来，可他却死死护着掌心的我，不肯松开。小男孩昂起头，倔强地看着女人。她是我妈妈，我不许你骂她。我看清了女人扭曲的脸，再也不觉得她漂亮。金鱼，整天就知道跟金鱼说话，你就不能正常一点吗？女人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脸，男孩吓得一哆嗦，我从他掌心掉在地上，女人还在不停发火，小男孩低着头，用身体护着我。砰的一声，什么东西砸了下来。不要！我想喊，可一开口，冰冷的水就灌进了喉咙。我猛烈地咳嗽着，不要，我不能现在醒来。江之意，你疯了吗？课题写不出来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室友方梦瑶的惊呼声传来，一股力气把我从浴缸里拽了起来。我趴在浴缸边剧烈咳嗽，脑子里全是梦里的画面，金鱼碎掉的鱼缸，我是缺氧死了吗？这是第一次梦被中断了。我还没看到小男孩怎么样了。方梦瑶拍着我的背，你是疯了，在浴缸里睡着了，还是想到自杀？我缓过神，发现自己居然睡了3个多小时，浴缸里的水都冷透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小男孩不能出事。我胡乱套上衣服，不顾方梦瑶的呼喊，连夜冲出出租屋，叫车直奔警局。江小姐，霍远征看到我时明显愣住了，我浑身湿哒哒的，面色苍白。霍远征，我冲上前，紧紧抓着他的手，帮帮我！出了什么事？他眸色一沉，我的样子明显不对劲。我又做梦。我抬起头，眼里还含着水雾，刚才梦里的画面让我心有余悸。跟我来。霍远征没有犹豫，带着我去了他的办公室，给我披了条毯子，又倒了杯热水。江小姐，这次是什么？我的声音还在颤抖。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叫嘟嘟的小金鱼，有一个小男孩被一个女人虐待，他很危险，我救不了他，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不想让那个孩子出事。他单手揉了揉额角，眉头紧蹙。蟑螂、癞蛤蟆，现在是金鱼，我好像总能给他带来惊吓。霍队长，要来不及了。我急切地说。霍远征凝视着我，只1秒，沉声道：需要我做什么？睡觉，我需要马上睡觉。我现在极度紧张，根本没办法入睡。霍远征是我唯一的希望。霍队，钱鹏飞推门而入，刚好听到这话，表情瞬间僵住，看着我抓着霍远征的手，一脸茫然。去联系简风。霍远征头也不回地说。半小时后，我在一间温馨的房间里见到了一个年轻男人，皮肤很白，有一双狭长的丹凤眼，笑容温和，他就是简风，警局特聘的心理专家。江小姐，请坐。我看着他，满是惊讶。你相信我说的？简风摊手。有什么不信的？至少你的2个梦已经抓住了2个罪犯，不是吗？你不觉得我很怪？管他黑猫白猫，能抓着耗子就是好猫。他的目光里没有审视，只有温和，让我瞬间放松了下来。和他聊着聊着，我靠在椅子上，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。啪叽啪叽的水渍声在耳边响起，一道模糊的身影在眼前来回走动，女人急切的声音传来：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就轻轻打了一下，他死了吗？不，他不能死，我要把这里擦干净，只要擦干净了，就没人知道。我看清了，女人跪在地上，拼命擦拭着地上的红色水渍，那不是水，是血。我着急地挪动身体，我看到了那个小男孩，他的身体被女人随意扔在一旁，苍白的小脸皱着，小手朝着我的方向伸着，嘴里呢喃着：妈妈，妈妈。女人察觉到我的动静，目光狰狞地看来，居然还没死，你跟这个小杂种一样。她抓起我，跑进洗手间，恶狠狠地看着掌心奄奄一息的我，嘴角勾起诡异的笑：你去死吧！我感觉身体从高处坠落，咕叽一声掉进了马桶里，冷水从4面8方涌来，把我冲进了狭小漆黑的甬道，看不到了，我看不到小男孩了，还被女人扔进了马桶。江之意，江之意。温柔的呼喊声把我唤醒，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面色苍白，身体冷得僵硬。你刚才状态很不好，我只能叫醒你。简风看着我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我抬起头，看着身边的霍远征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我知道他在哪儿了。霍远征点头。那个小男孩，他在哪儿？我抓紧身上的毯子，努力回忆梦里的细节。能听见海浪声的房子，风很大，能听见远处的狗叫声，还有钟声。对，是钟声。有一个女人，她……我猛地拿起桌上的笔，拽过笔记本，低头疯狂地画着。很快，一张女人的素描画好了。她长这个样子。接着又画了那个小男孩。
马上搜索江之一说的地址特征，让技术部去画像库比对。霍远征的语气急切，看到画像，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。丁宇的嗤笑声响起。霍队，段宇璇的案子就是他瞎蒙的，现在你们居然因为2张画像动用大批警力。丁宇，江小姐是报案人，群众有危险，必须出警。钱鹏飞立刻反驳，霍远征一个冷眼扫过去，丁宇缩了缩脖子，嘟囔道：“要是找不到，看咱们怎么收人。”这时，技术部门的同事推门进来。霍队，找到目标区域了。丁宇一脸震惊，眼里满是不敢相信。碧海湾方向的公路上，4台警车闪着警灯疾驰。碧海湾是江州离海边最近的小区，旁边有一座教堂，钟声应该就是教堂发出来。钱鹏飞指着远处的小区说，可警车在碧海湾绕了3圈，始终没办法锁定具体位置。丁宇不耐烦道：“霍队，这么绕下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”我把脸贴在车窗上，紧盯着小区，心里默念：到底在哪里？这么大的小区，几千户人家，怎么找？丁宇还想抱怨，钱鹏飞突然举起手机，激动地喊：“找到了！画像比对找到了信息，别墅区38号，业主张宇怀，男，50岁，江州书画协会会长，老来得子，儿子张晨星刚满4周岁。张晨星的母亲生他后没多久病逝，之后张宇怀的秘书李娜就负责照顾孩子。这个李娜就是江之一画像上的女人，29岁，江州同溪村人。”丁宇彻底愣住了，眼里满是错愕。夜色中，警车的速度更快了，救护车跟在后面，一路驶向别墅区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砰砰直跳。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？千万不要出事。就是这里。钱鹏飞上前敲门，霍远征直接拦住：“破门！不行，霍队。”丁宇上前阻拦：“搜查令还没下来，这里是富人区，闹大了不好收场。”霍远征懒得理他，给了钱鹏飞一个眼神。钱鹏飞抬手砸碎了窗户，霍远征第一个跳了进去。刚进客厅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飘了过来。刚进客厅，李娜正准备将孩子强行带走。住手！霍远征一声呵斥，李娜沉浸在自己的暴力里，被喊声吓得一哆嗦，猛地转过身，惊恐地看着闯入的我们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谁让你们闯进来的？我要告你们！霍远征冷哼：“你还是先给自己找个律师吧，故意杀人罪。”听到这话，李娜瞬间瘫坐在地上，放弃了挣扎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？我第一时间冲到张晨星身边，抓着他的小手。嘟嘟，妈妈。他呢喃着，意识渐渐模糊。医生，医生！我大喊着，手和声音都在发抖。小晨星，别怕，嘟嘟在的，我是嘟嘟，嘟嘟都还活着，你也要撑住。医生和护士的声音淹没了我的哽咽。我看着张晨星被抬上救护车，心里揪成一团。把他带回去，好好审。霍远征冷冷地扫过地上的李娜。回去的路上，丁宇一声不吭，脸色通红，像是被打了脸。警局里，李娜被医生救醒后，直接被带去了审讯室。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样了？我抓着钱鹏飞的胳膊，急切地问。钱鹏飞的脸色不太好看，却还是安慰我。医院那边说让做好心理准备。怎么会这样？还是太晚了吗？我的脑子轰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李娜被连夜审讯，我一直守在警局，直到天亮才再次见到霍远征。他看我的眼神变了，是彻底的相信。霍远征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好情绪。医院那边还在全力抢救孩子，李娜也交代了作案动机。2年前，李娜开始在张宇怀身边工作，渐渐爱上了他。她嫉妒张晨星的母亲，觉得张宇怀一直放不下亡妻，就算他各种暗示想嫁给他，张宇怀都无动于衷。霍远征继续说道：“李娜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张晨星，所以恨他。今天是因为张晨星做了噩梦，一直喊妈妈，惹恼了他。孩子又不肯和他交流，每次都抱着金鱼说想妈妈。那只金鱼就是你变成的那只，叫嘟嘟。”听到嘟嘟这个名字，我眼眶一热。霍远征彻底相信了我的能力，毕竟我不可能认识张晨星，更不可能知道他的金鱼叫什么。霍远征看着我冻僵的身体，转身从办公室拿出一件风衣递给我：“你需要休息，先回家。案件我们会继续跟进。”我点点头，知道自己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。走出警局，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不再是质疑和怀疑，而是兴奋和敬佩。只是这份热情让我有些不适应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方梦瑶正在打扮，她今天有约会，看到我回来，问道：“你去哪儿了？昨晚喊都喊不住你。”她没追问，拿起2条裙子在身上比划：“选哪条？一条红色吊带，一条湖水蓝。”我揉着酸疼的额角，没什么心情，随口说：“蓝色。”方梦瑶撇撇嘴：“算了，不能听你的。”我回房间时，看到他选了那条明艳的红色，还配了同色系的高跟鞋，然后就出了门。这几天接连做梦，变成各种各样的小动物，让我身心疲惫。我决定今天吃顿好的，犒劳一下自己。吃饱喝足，我准备好好睡一觉，可躺在床上又有些犹豫。人不能不睡觉，可睡了指不定又变成什么。担忧中又带着点期待，想着想着，困意席卷而来。我翻了个身，
搂上了软乎乎的抱枕，好软啊，真舒服。我把脑袋蹭了蹭，又蹭了蹭，怎么感觉这么蓬松，还有点毛茸茸的？我猛地睁开眼，瞬间感觉自己像一颗毛球似的往旁边歪，吓得赶紧扑棱2下，短短的翅膀稳住身子。翅膀，我有翅膀，这次不是大蟑螂了，是带毛的。扑腾一下子，毛茸茸的小翅膀瞬间张开，我用一种滑行的姿势歪歪扭扭飞了几十米，然后咣当一声撞上了透明玻璃。在窗台上站稳后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看得特别清楚，月光下玻璃中映出一个萌呆呆的影子。我惊讶地张着嘴，就看到一个小小的弯钩嘴轻轻啄了2下羽毛，啄得歪歪扭扭，把脸颊的软绒戳得翘起来一撮，丑萌丑萌的。猫头鹰还是个幼崽，猫头鹰的特性让我在漆黑的夜里能清晰看到周围的一切。这是一栋靠近郊区半山腰的别墅，后山是一整片林子，这小东西大概就是从树林里跑出来的。我的脑袋撞得疼，干脆贴在玻璃上，可这一贴却让我突然看清了房间里的景象，那好像是个人，没穿衣服的女人。房间很大，光线很暗，但我看的却更加清楚。房间里有个没穿衣服的女人，双手抱着膝盖蜷缩在地上，头侧着枕在膝盖上，像是睡着了。乌黑的长发遮挡住大半张脸，看不清样貌。我仔细看，发现她的身上被布条缠着，才能维持这个姿势。可猫头鹰能感知的色彩非常单一，我根本看不出布条的颜色。她为什么被布条缠着？难道又死人了？正想着，房间里走进一个男人，男人缓缓蹲下，看着女人的尸体，眼神狰狞又愤恨。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。咔嚓一声，剪掉了女人的长发，几下就把柔顺的长发剪得参差不齐。看到女人的丑态，他满意的点点头，嘴里嘟囔着什么，随后把长发塞进兜里，又将女人抱起来，放进旁边一个1人多高的精致大箱子里，盖上箱子，还用宽布条带子在箱子上系了一个蝴蝶结。直到这一步，女人都没有醒来。我可以肯定她遇害了。我又梦见了一起凶杀案，怎么办？现在飞去市局吗？我看了一眼自己短小的毛茸茸的翅膀，好像也飞不到那么远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连这里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啪嗒一声，楼下传来关门的声音。我看到男人用手推车将箱子推了出来，放在了一辆卡车上。只要记住车牌号，就能抓住这个男人。我挥舞着小翅膀，不顾一切地飞过去，咚的一下，胖乎乎的身子不受控制地撞到了男人。男人一怔，轻笑一声，弯腰捏着我的脖颈提了起来。这么小就想飞？我挥舞着短小的翅膀，扭头想要看清他的脸。猫头鹰的脑袋可以大幅度旋转，哪怕背对着他，我还是猛地回头。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对上了那张脸，可就在我想看清的时候，咔嚓一声，男人2手用力扭断了我的小翅膀。咕咕，尼玛，好疼啊！我大骂着，整个身体被男人狠狠丢在地上，头昏眼花的刹那间，一下子醒了过来。天已经亮了，手臂上仿佛还传来被折断翅膀的剧痛。我揉了揉胳膊，抬了抬手，还好没断。该死的，没看清他的脸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霍远征的聊天框。霍警官，我昨晚又做梦了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猫头鹰的幼崽，看到了林区附近的一栋房子里，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绑了起来，装进了一个礼物盒子里。很可惜，我只看清了他半张脸。发完信息，我起床整理自己。今天是我去江州市电视台给个说法栏目组报道的日子。路上，我把看到的半张脸画了出来，拍了张照片发给霍远征，希望他能查到线索。到了江州市电视台18楼，我领了实习证，刚挂在脖子上，就被同事陈丽拽上了车。咱们现在去百悦商场。我疑惑道：去商场？我们不是民生栏目吗？还直播这个？哎呀，今天百悦商场10周年庆典，那可是咱们台里最大的广告合作商之一，咱们过去给他们做个现场直播。我抽空看了眼手机，霍远征半小时前回复了。好，我马上让技术科比对画像。到达商场时，人山人海，大家都在议论抽奖的事，我的脸色却沉了下来。这些盒子和我昨晚梦里的一模一样。舞台上的主持人兴奋地说：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手机，咱们要现场摇出幸运儿，上台来抽选礼物盲盒。很快就有人喊着抽到了，陆陆续续有几个顾客上台选盲盒，有人选小的拿到精美礼品，有人选大的只拿到玩具熊。终于轮到一对年轻情侣，两人新房刚装好，特意来选家电。女人笑盈盈地扫过盲盒，眼神锁定了角落里一个1人多高的大盒子，她觉得里面肯定是100万现金，兴奋地走过去，拖拽没拽动，干脆去拽丝带。别打开！我突然冲上去，脸色苍白的试图阻止，拉着她的手摇头：别打开！你谁啊？女人以为我想抢，狠狠推了我一下。抢什么抢？这可是我的宝贝！说完，她拉住红色丝带，狠狠一拽，拆开了盒子。女人的脸色瞬间一白，里面装着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家用冰箱。看到箱子里只是冰箱，我轻轻松了口气，转头看向还在直播的陈丽，眉头紧锁。这里全是和我梦里一模一样的箱子和蝴蝶结，我几乎可以肯定，尸体就藏在其中一个箱子里。我不敢想象哪个幸运儿抽到装着尸体的箱子会是什么反应。
我几乎没犹豫，走到角落拍了张奖品箱的照片发给霍远征。霍队，我在博悦商场抽奖现场，这里有很多奖品箱，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。我怀疑凶手把尸体就藏在这些箱子里。发完消息，我紧张地看着台上，还好现在是嘉宾表演环节，但节目结束后还是抽奖环节，时间不多了。霍远征赶来的速度极快，还带着10几个警员，直接用警戒线围了现场。商场刘经理匆忙赶来，看到这架势，脸色难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好，市局刑警队霍远征。霍远征拿出证件，刘经理根本不看，涨红了脸，怒斥：我不管你是谁，凭什么围我们商场？接到举报，这里的奖品中有危险物品。霍远征没有直说有尸体，怕引起恐慌和踩踏。危险物品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的奖品都经过严格审核。刘经理说着就要打投诉电话，刚按2个数字，手就被霍远征按住。刘经理，配合警方的行动是公民的义务。霍远征的眼神带着压迫感，刘经理瞬间胆怯，吞了口水问：你们要是啥都没搜到，怎么说？你可以投诉。刘经理知道拦不住，干脆让他们搜，想等着看笑话。霍远征让警员把能装下人的可疑箱子搬到台后，隔绝视线，一声拆。所有人都开始拆箱，拆开1个没有，第2个没有，连着拆了10个都没有。钱鹏飞有些急了，丁宇也不耐烦。霍队，咱们都快拆完了，啥也没有，这次又要被投诉了。钱鹏飞瞪了他一眼，让你拆就拆，少废话。不到10分钟，所有箱子都拆完了，都是普通奖品，床头柜、高清影院、立式音响等等，唯独没有尸体。霍远征的眉头微蹙，隔着人群看向焦急的我，轻轻摇了摇头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的梦不会错的。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凶手虽然把尸体藏在礼物箱里，却不是商场这些箱子。刘经理看到警方什么都没搜到，脸上满是得意。市局霍远征是吧？你们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我们商场的形象和口碑，我会举报投诉。霍远征淡淡睨了他一眼，随便。说完从台上跳了下去，我连忙跑过去。什么都没有吗？霍远征摇头，没有。你确定这些礼物箱里有尸体？我点头，确认一模一样。或许这些箱子只是跟你梦里的一样，才让你认错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们还有画像对比。霍远征对我的梦境毫无怀疑，我抱歉地看着他。你会被投诉吗？没事。霍远征不在意，有其他线索随时联系我。外人看来这就是一场闹剧，很快散了。礼物箱重新打包摆上舞台，抽奖活动继续进行。富江小区，那对年轻情侣指挥着送货人员把冰箱放在婚房里，女人挽着男人的胳膊。老公，我今天要是能抽到100万就好了，咱们就可以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了。男人安慰道：宝宝，这冰箱上网搜了要3000多块呢，你已经很棒了。女人笑了。老公说的对，咱们下周的婚礼一样会很热闹。没错。两人看着厨房的冰箱，露出期待的微笑。江州市公安局李局长恨铁不成钢地指着霍远征：你说说你，这是本月第几个投诉了？和你说了多少次，办案要讲究方式方法，你这么突然带人冲过去，影响了人家商场的庆典。人家不投诉你投诉谁？还有你说的那个尸体的线索哪儿来的？我看这不就是胡闹吗？哪有什么尸体，在哪儿呢？霍远征被数落了一顿，只字不提我，但他知道李局早晚会发现。被骂了半天，霍远征离开了办公室。我回到家后，渐渐进入梦乡。这一次，我没有梦见变成任何小动物，一觉到天亮。随后几天，我开始忙实习工作，我再也没梦见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只是一直想起礼盒里的女人。难道是我的梦失灵了？富江小区，大红喜字贴在1401的门上，那对年轻夫妇热情地邀请亲朋好友进门。哎呀，这房子装修的可真好，这家店都是进口的吧？这电视可真大，以后我家也买一个。听说你家的冰箱是抽奖中的，哎呦，你媳妇儿可真有锦鲤潜质。对对对，他家这冰箱官网也要3000多呢，这不等于白捡了3000块钱？真羡慕啊！新郎的朋友一边说，一边进了开放式厨房，摸了摸冰箱。哎，你这冰箱容量大吗？等我结婚也想买一台。新郎在客厅忙活着发烟酒，随口说：哎呀，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朋友手一拽，打开了冰箱。我被叫到警局的时候，已经深夜。霍远征眸色凝重地看着我。找到了。我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在哪儿找到的？1周了，整整1周都没有收到礼盒藏尸的报警，也没有女性失踪的报警。你看到的没错，就是博悦商场的那个礼盒。我蹙眉。可是当时你们把所有的盒子都拆了，也没发现尸体。那天我们赶过去的时候，装尸体的礼盒已经被商场派送了，而且凶手把尸体藏在了礼盒里面的冰箱冷冻层。所以我们拆开的其他盒子才没有找到尸体。我恍然大悟，不是我的梦出错了，是礼盒已经被送走了。那为什么1周没人报警发现尸体？实验推门走进来，因为没人打开冰箱，
死者在冰箱里冷冻了1周，尸体现在冻僵了，没办法取出，只能先拍照。这是照片。他递过来几张照片，我看了一眼，头皮发麻。看过照片，霍远征问：“是她吗？”就是我梦里看到的女人。我缓缓点头，疑惑道：“可是凶手明明只是把她塞进了礼盒里，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在冰箱里？”迟燕仔细打量着我，此刻的他异常专业，给出初步尸检推论。只可惜头发里没有采集到 DNA， 没办法锁定尸体身份。他叫我来，也是为了确认梦里的尸体是不是冰箱里的。我紧缩的眉头渐渐舒展开。既然有了线索和方向，我相信霍远征能找到凶手。你做得很好。霍远征突然开口，我眼底的光亮蔓延，嘴角微微勾起。我又做到了，梦是真的，礼盒也是真的，只是装着尸体的冰箱被商场直接送货了。等等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眼睛亮亮的看着霍远征。送货的卡车，如果凶手是商场的送货卡车司机呢？随即我又皱眉，但是他为什么在林间别墅杀人？霍远征眸色一沉，你说的没错，如果他是商场员工，那么他能接触到包装礼盒，还有奖品冰箱，才能悄无声息的把尸体藏在冰箱里。但为什么是林间别墅？迟燕轻咳一声，那个博悦商场是我们家的产业之一，或许凶手在偶然间知道了别墅地址，把死者骗过去。顺着这个方向去查。霍远征叫来了钱鹏飞，很快联系到商场的刘经理。这一次，刘经理不敢叫嚣了，乖乖坐在询问室里，满头冷汗。谁能想到礼盒里真的有尸体？他还投诉了霍远征，生怕霍远征公报私仇。那个警官，我可真不知道那箱子里藏着尸体呀！刘经理，你认不认识死者？霍远征把尸体照片递给他，猜测凶手是送货工，肯定和死者认识，说不定死者也是商场员工。刘经理看了一眼，就吓得别开头，很快眼底闪过惊讶。哎，这不是张经理吗？张薇，对，就是他。但是他不是请病假了吗？死者身份锁定，张薇女，30岁，单身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霍远征等人忙得冒烟。凌晨2点，我被喊去审讯室，里面坐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，面无表情。我站在单面镜前辨认，是他。我的眼睛亮了，哪怕当时没看全脸，我也能辨认出来，就是他。困扰我们1周的凶手终于抓到了。审讯的过程很顺利，王强老实交代了作案动机和过程。我给公司卖命了10几，凭什么要把我开了？张薇是我们部门经理。他就是故意针对我，我一个送货工要什么学历？他说我没文化，给公司丢脸了，还说我1个月工资都不够买他一套衣服。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那套别墅是公司老板的，张薇是老板家远亲，他总带着朋友偷偷过去住。那天他听说小少爷回国要住别墅，怕自己留在那里的东西被发现，就让我开车送他过去取东西。我观察了，那里没有监控，我就把他给勒死了。我本来想把它装进礼盒里，到时候抽奖的人现场打开，就会看到他的尸体。狗日的公司不给我活路，那我就在公司10周年的庆典上好好的添一把火。霍远征语气威严，冷声质问：那尸体最后为什么被你放在了冰箱里？王强想擦冷汗，可双手被绑，只能歪头蹭了蹭，突然一笑：还不是刘经理那个狗东西，他说奖品在装盒之前要严格核对，不能有差错。如果我直接把尸体塞进礼盒里，当场就会被人发现。我看到奖品有冰箱，就把张薇给塞进去了。他冷嗤一声，真是可惜了，那个中奖的女人没在现场打开冰箱。霍远征脸色沉了沉，为什么脱光死者的衣服，剪了他的头发？王强翻了个白眼，他不是说我1个月工资都不够他一套衣服吗？那我就让他死了都没有衣服穿，再剪了他的头发，我让他到阴曹地府都被人嘲笑。至此，本案告破。李局办公室，李局拍了拍霍远征的肩膀，这几个案子做得不错。1周前，他还质疑霍远征，虽然发现了别墅的挣扎痕迹，但没人报失踪，没发现尸体，案件一度停滞。不是我的功劳。霍远征犹豫着，不知道怎么跟李局提起我。李局笑眯眯地看着他，我知道你是想说那个会做梦的小姑娘，我听说了。果然，李局已经知道了。霍远征点点头，这几次的案件都是他提供的重要线索。李局的笑容多了份严肃。有些事科学解释不来的，不是吗？霍远征薄唇抿着，我和你一样也会质疑，但是经过这几次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霍远征一愣，李局这么问是什么意思？很聪明，冷静，能提供案件线索。李局慢悠悠喝了口茶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好的关照人家小姑娘。离开李局办公室，霍远征揉了揉眉心，李局让他关照我是什么意思？而且李局不但没怀疑，还乐见其成。他回到办公室，看到我正和简峰往外走，长腿追上。去哪？送江小姐回家。陪他们熬了大夜，我打了个哈欠，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带着一层薄雾气。霍远征皱了皱眉，我送。简峰礼貌一笑，还是我来吧，你还要案件收尾，况且我送习惯了。
说着把我往他身边带了带。我在路口下了车，和简风挥挥手，准备去买些小馄饨冷冻在冰箱里。说起冰箱，我压下胸口的不适，突然不想吃了，拿出手机边走边给方梦瑶发消息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回一趟老家办事。我光顾着看手机，没注意到身后跟上来的人影。突然后颈一阵剧痛，啪嗒一声，手机摔在地上，我的身体软塌塌的倒了下去。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好软，脖子好疼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伸出后腿挠了挠后腿。我惊愕地看着自己，浑身脏兮兮的，毛发一缕一缕粘在一起，看不出颜色。我这是又变了？可我记得自己还没睡着啊。走在路上，脖子突然一疼，我抖了抖毛，发出汪汪汪的叫声。咋回事？我变成了小狗，还是只流浪狗？就在我意识到再次变身时，突然看到胡同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太熟悉了，白色 T 恤，蓝色牛仔裤，还有超市送的帆布包，那不是我吗？我竟然看到了自己正在被一个魁梧的男人拖进一辆面包车里绑架。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被人绑架了。我4条腿猛地一蹬，追了上去，跑起来的速度好快，像风一样。我一口咬住男人的裤腿，死死不肯松口，喉咙里发出呜呜呜的威胁声：放开老娘，混账玩意！妈的，哪来的野狗，死狗，滚开！男人的声音很凶，脸狰狞着，一脚把我踹翻，我在地上滚了3圈，头昏脑胀。回过神时，面包车已经开远了。我坐在地上，两眼茫然，身上很疼，沾满灰尘和落叶。好消息，我看到了绑架我的男人的模样。坏消息，我现在是一只流浪狗。汪汪汪！怎么办？这条路的监控早就坏了，和物业反映几次都没人修，就算报警也查不到。可我现在能报警吗？对，我可以去警局找霍远征。我抖了抖身子，尘土飞扬，嗅觉却灵敏了数倍，吸了吸鼻子，握爪，凭借着记忆中的路线，傍晚终于跑到了警局。警局外，一道机长的身影走出，是霍远征。他神色清冷，步伐沉稳，走到车前，刚拉开驾驶门，一团黑黢黢的身子直接窜了上去。他侧眸一看，副驾驶的位置上坐住一只狗。再看主驾驶位，几个梅花爪印清晰可见。我踩着主驾驶座位跳到了副驾驶。头，你收养。钱鹏飞打开副驾门，一脸诧异：这狗怎么做的跟个人似的，就差绑上安全带了。我现在脏的一团黑黢黢，根本没人能辨别出品种，在他们俩眼里，我估计就是只小野狗。汪汪汪！是我啊！我急得伸出爪子挠挠头，心里烦躁得很。霍远征看着我的一举一动，眸色微沉，一个念头涌上心头：这狗怎么这么像江之意？我心里着急，摇着尾巴在椅子上转了个圈，歪着头看霍远征，他心底更是震撼。这狗好像是想表达什么，有话要说。他刚结束冰箱藏尸案，疲惫地按了按额角，看向钱鹏飞：你坐后面。钱鹏飞一脸懵，这操作对吗？难道老大对这只狗一见钟情了？被霍远征警告的眼神扫过，他老老实实坐到后排，还狗腿的对着我竖大拇指。好狗。那模样摆明了觉得我特会讨好。车子过了几个路口，钱鹏飞下了车，霍远征直接带我回了家。霍远征的家在市区一套大平层，黑灰色装潢，干净得一尘不染，跟他高冷又闷的性格一模一样。先给你洗个澡。下一秒我就感觉后脖子被他的大手抓住，4条短腿蹬了蹬，拼命抗议：不要啊，我是女孩子。可他直接把我丢进一个大池子里，我费力蹬腿，才勉强保持平衡。嗷嗷嗷！霍远征抗议根本没用，他往我身上涂满了新买的宠物洗护用品。别动！他睨了我一眼，手指在我鼻尖点了点。你太脏了。嗷嗷嗷嗷！我是女狗啊，女的。他食指勾住我耳后一团打结的毛，扯得我生疼。抱歉，我第一次给别人洗澡。他拍了拍我的头，我哼唧2声，心里满是不甘。这个澡就非洗不可吗？我不满地瞪着他，呲着牙，可在他眼里半点威胁都没有。直到他把我抱起来，轻声说：原来你长这样。我看向镜子，里面是一只毛发纯白、呆萌可爱的小狗，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满是不可置信。嗷嗷！这是我啊。霍远征的房子很大，我趴在全景落地窗客厅的沙发上，心里琢磨着该怎么告诉霍远征有人把我绑架了。怎么不回信息？他看着手机上的对话框，微微蹙眉。从我离开警局到家，已经1整天了。他想着我是没睡醒，还是又在梦里目睹了凶杀案。我伸着脖子看向对话框，心里焦急，跳到他腿上，一只爪子搭在他身上，另一只拍了拍他的手臂。霍远征垂眸，对上我水雾清亮的眼睛。怎么了？我在他诧异的眼神里，一只爪子拍在手机的对话框上，那个位置正是他给我的备注江之意。见他没懂，我又拍了拍备注，再用爪子拍了拍自己的脸。汪汪汪！我啊！霍远征一怔，看看手机，又看看怀里的我，半晌鬼使神差的开口：你是江之意。客厅里灯光明亮，一人一狗大眼瞪小眼，这事也太离谱了。霍远征看着我，又看看手机，忽然伸出手摊开掌心。如果你是江之意，
给我你的左手。我把左爪放在他掌心的那一刻，霍远征的脸唰的一下红透了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刚刚给我洗了3遍澡，他动作僵硬的缓缓抽回手。我看着他红透的耳根，别开眼，早跟你说了我是女狗。半晌，他缓缓吐出一句：是有人要杀我。他对我的能力深信不疑，我的每次入梦，每次变身，都伴随着一起重大案件，所以这次轮到他了。我立马晃了晃毛茸茸的脑袋，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会变成狗，跟我回家？他疑惑地看着我。可惜我现在是只狗，不能说话，急得都快哭了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表达，只能在地上直转圈。霍远征神色一沉：是你自己有危险。我顿时坐在地上，猛猛点头，汪汪汪，答对。霍远征立刻拿出手机打电话，调取江之一家周围所有的监控，让简峰现在就到办公室，我要他的行车记录仪。说完，他起身脱掉 T 恤，露出紧实的胸膛和腹肌。我连忙移开眼子，这哪是我能随便看的？他准备脱裤子时，忽然想起家里还有只狗。哦不，是我。他回过头，就看到我这团白色小家伙把脑袋低低的蜷缩成一团。听到他没了动静，才缓缓抬头，一双大眼睛眨了眨，那模样好像在说：“我没看见你的8块腹肌。”这一刻，霍远征忽然有点理解迟燕了。被变成动物的我盯着，确实有点怪怪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伸手把我抱起来，跟我去警局。到了市局霍远征的办公室，监控刚好传过来。钱鹏飞抓着头发，着急地说：“只看到江小姐走进小区左侧的胡同，没看到出来的画面。而且物业说胡同里的监控坏了半个月了。”霍远征瞬间浑身低气压，冷声道：“严令整改，最高档位罚款。”是。简峰赶来时神色匆匆，满脸自责，是他把我弄丢了。他心里想着，下次一定亲自把我送进门。我查过行车记录仪，没有问题。他连自己的行车记录仪都查了，确实没可疑之处。查附近路口的所有监控。霍远征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跳上了桌子，小爪子拍了拍电脑屏幕，位置正是小区后门监控处。你是说查这里的监控？我毛茸茸的小脑袋连连点头。霍远征神色一紧，查这里所有进出车辆、可疑人物。简峰看着霍远征和我之间的互动，瞳孔骤缩，难以置信的低声问：“他是？”霍远征回眸，投去警告的目光。简峰瞬间懂了，这是我变成了一只狗，还跑来找霍远征求救。你不是说自己送习惯了？霍远征的音量压低，带着责问。简峰动了动唇，只觉得呼吸不顺，都怪他没有跟着我进小区。霍远征语气强硬：“他现在的情况你很清楚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如果被一些心怀恶意的人盯上。”霍队。简峰神色一凛：“不会再有下次。”霍远征冷冷看了他一眼：“当然不会有下次了。”霍队。迟燕敲门而入，听说江之意失踪了。他说着，狭长微挑的眸子扫过简峰：“你弄丢的。”简峰抿着唇，温和的面容满是冷肃：“是我的疏忽。”汪汪汪！你们不要再吵了！我被他们几个吵得头疼，干脆叫了几声。迟燕诧异的看着我，奶凶奶凶的，竟觉得有点像我。霍队，你上班还带狗？迟燕勾了勾唇，话里带着3分讥讽。霍远征瞥了他一眼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，我被安抚住，缩了缩身子，趴在桌子上。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在3人身上扫了一圈，迟燕却莫名有种被一只狗看透的感觉，脑子里闪过一个不太可能的想法，看着我张大了嘴巴。他。简峰侧眸看了他一眼，那模样摆明了觉得他少见多怪。迟燕看懂了简峰的表情，瞬间肯定了自己的猜测。查到了！钱鹏飞从办公室门口探进脑袋。江小姐失踪的时间里，只有一辆可疑的面包车出现，但是车牌是假的，查不到车主信息。3人不出意料的对视一眼，又不约而同的看向我。可只有我看到了那个男人的样子，我会画像，能精准描绘出案犯的面容。可惜我现在是只狗。狗会画画吗？迟燕看着我，突然开口。钱鹏飞一脸懵逼。迟法医。我们国内的狗是不会画画的，心里还嘀咕着，难道国外的会？他还觉得霍队带回来的这只狗有点眼熟，好像是下班时那只，这是被洗干净了。别说，还挺可爱的。霍队，这是跳上车的那只狗。钱鹏飞说着，走过来就要抱我。别碰它！3人异口同声。钱鹏飞被吓了一跳，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中。霍远征大手安抚地顺了顺我的背，轻声道：“你有什么办法给我们提供线索吗？”霍远征看着我嫌弃的表情，也意识到自己问的多余，轻咳2声。我们现在只能根据你家周围的监控，追踪那辆假牌照面包车的行踪。你先在这里等会儿。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敲门。霍队，搜索到面包车的行踪了，10几个路口需要排查。霍远征起身往外走，过去看看。我也去。简峰也起身，10几个路口的监控排查，人越多速度越快。迟燕出门前看了眼蜷缩着的我，毛茸茸肉乎乎的一团。虽说之前是只流浪狗，倒是挺肥的。3人都去排查监控，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。我尝试着去抓桌上的笔，失败了。正想着，后脖子突然被人揪了起来。哪儿来的流浪狗，跑霍队办公室来捣乱？
丁宇他嫌弃地揪着我的后脖子，走出了霍远征的办公室。他直接去了停车场，把我塞进了车子后备箱，还伸出食指警告我：“老实点，不然把你卖去狗肉馆。”说完就开着车往高速方向走。他有个案子要出差，打算找个离警局远的地方把我丢了。我急切地在后备箱挠门：“不要啊，别把我丢出去！我好不容易跑到警局报案，现在又要被丢走。”丁宇开车快上高速时，才想起后备箱还有我，靠边停车，掀开后备箱，我趁机一下子蹦了出去，一溜烟跑没影了。我跳下车就一路狂奔，想按原路返回警局，至少能在他们找到面包车时帮忙辨认一下，最好能直接找到绑架我的那个男人。可跑着跑着，我傻眼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工棚，还有满地的建筑垃圾。才跑了几分钟，爪子上的肉垫就传来一阵刺痛，被地上的碎玻璃划破了。汪四，这附近全是建筑垃圾，臭味熏天。我感觉自己灵敏的嗅觉都开始混乱了。轰隆，灰沉沉的天空突然响起雷声。阴沉的天空掀起狂风，垃圾场的恶臭、腐烂味在我鼻尖放大了数倍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我根本没办法凭借记忆找回去的路。就在我感到绝望时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吼骂声：“看什么看？再看老子就把你眼珠子给你挖了！”有人！我惊喜地顺着声音跑过去，那是一栋没拆除的2层独栋房，破破烂烂的。我跳上破烂的窗户，伸着脑袋往里看，刚扫过1楼，就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，手里拎着一根木棍，戳在一个年轻女孩身上。女孩穿着被撕烂的短裙，脸颊一侧红肿，含恨又带着胆怯的眼睛里蒙着一层水雾。她旁边还有一个蜷缩着的短发女孩，看不清样子，浑身不停哆嗦，胆子小，一直在哭，哭喊声惹得男人心烦，一棍子对在短发女孩身上。别他妈哭了，妈的！短发女孩被对的身子一歪，倒在连衣裙女孩身侧，他们俩的嘴上都被胶带缠着，双手双脚也被捆绑着。轰隆，又是一声响雷，马上要下雨了，还是大暴雨。我只能从破烂的窗口小心翼翼地爬进去，好在我的位置男人看不到。我刚要蜷缩在楼梯后面的破沙发后，就听到楼上传来动静，赶紧把身体藏在暗处，只露出一双小眼珠看过去。一个衣不遮体、浑身是伤的年轻女孩从楼上走下来，吊带连衣裙被撕破，只能用被捆绑的双手遮着上身，低着头，长发遮住半张脸。他身后跟着一个穿花衬衫的干瘦男人，嘴里叼着烟，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推了女孩一把。快点走！女孩狠狠摔在地上，一双红肿含泪的眼睛恰好和我对上。女孩一怔，错愕地看着我。她身后的男人拉上裤子拉链，一把抓起她的长发，直接把她丢在另外2个女孩身边。魁梧的男人连忙转身，狗腿又讨好地看着花衬衫男人。浩哥，咋样？这个玩的舒服吗？浩哥还没说话，破房子外面突然停了一辆银色面包车，一个左手有纹身的壮硕男人推门而入，扫了一眼蜷缩在地上的连衣裙少女，瞬间明白了什么，一巴掌抽在浩哥脸上。谁他妈让你动他们的？浩哥被一巴掌打得眼冒金星，干瘦的身子原地转了个圈才站稳，他捂着脸愣愣地看着纹身男。龙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他妈长脑子了吗？龙哥手臂毫不留情地挥过去，咣的一下砸在了浩哥的眼睛上，顿时鲜血飞溅。张浩连忙说：“哥，我就玩了一个，那2个我没动。”说着，他一手捂眼睛，一手揪起连衣裙女孩。他他妈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早就是个破烂货了。不信你让他自己说。龙哥一听皱了皱眉，撕掉女孩嘴上的胶带。你有过男人？女孩昂起头，倔强地看着他，狠狠推了一口。狗杂碎！他挣脱了2下，身子狠狠摔在地上。我男朋友不会放过你们的，你们就等着被警察抓起来吧。龙哥突然掐着女孩的下巴，打量了2眼。和警察？他拍了拍她的脸颊，满是讥讽。你先让他们能找得到我再说吧。龙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气呼呼地点了根烟，眯着眼叼着，看到连衣裙女孩对自己露出憎恶的目光，狠狠骂道：“还敢瞪老子！”说着，他丢了烟头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大黄牙。那你就别怪老子了。说完，他一把抓起连衣裙女孩，按在沙发上，不顾她的反抗。汪汪汪！混蛋！我躲在暗处，狗牙都快咬碎了。这次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左手臂有纹身的男人就是把我打昏的那个人。没想到他居然躲在这个地方，还绑了其他3个女孩，看来是团伙作案。眼看着他就要压在女孩身上，我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，小小的身体用力后腿一蹬，从角落里蹦出来。汪汪汪！去死吧！我连着跳过张浩，飞过沙发，直接蹦到龙哥的后背上，咔嚓一口，死死咬住了他的左侧手臂。顿时，青龙纹身的龙头处被我咬掉了一块肉，突来的灼痛让龙哥尖叫一声。我操，妈的！他疼得身体一激灵，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用力转身，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咬了自己，可下一秒，我灵活地跳到他脖子处，2只爪子抓着他的脖子，
锋利的牙齿在他太阳穴处又狠狠咬了一口。龙哥疼得尖叫，伸出手一把抓住趴在脖子上的我，狠狠甩了出去。嗷嗷嗷，好疼啊！我被他摔出去7、8米，一下子撞在1楼的铁桶上。靠，哪来的野狗？等他看清不远处的我，脸色一变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又是只野狗！妈的，老子打死你！说着，他抓起地上的一块砖头，朝着我砸过来。我忍着身上的疼，猛地跳到旁边，顺着窗口的破洞钻了出去。虽然躲开了攻击，却没跑远。一双小眼珠顺着缝隙偷偷看着房间里的动静。龙哥骂骂咧咧的时候，小弟扛着一个人进了门。龙哥，你这是咋了？他才出去取个货，龙哥就伤成这样，比浩哥还重。他一边问，一边把扛着的人丢在另外一个破沙发上。那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，马尾松散凌乱，遮住了半张脸。我一看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看到了自己，那个被丢在沙发上的就是我。该死的狗杂碎，居然敢绑老娘！我喉咙里发出低吼声，隔着碎玻璃传进1楼。龙哥这会儿疼得咧嘴，他听到我的低吼声，竟吓得一哆嗦。你好好看着他们几个，他得去打狂犬疫苗，盯紧点，今天晚上就要出货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捂着胳膊往外走，鲜血从指缝流出，青龙纹身被染成了红龙。龙哥，把我也带回去吧，我眼睛要瞎了。浩哥捂着眼睛跑过去，龙哥骂骂咧咧的带着张浩离开，只留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弟站在那。哥！他追了2步，外面的面包车早就没影了。他回头看看1楼4个女人，又看看外面乌云压顶的天色，轰隆响雷就在头顶劈下。他缩了缩身子，低声骂道：“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，让雷劈死你俩！”嘴里还嘟嘟囔囔：“赚几百万就给我2万卖命钱！”呸！这小弟从小害怕打雷，这会儿外面的雷声就像老天爷看到他们作孽，派天兵天将来收他们似的。他低着头，把脑袋塞进胳膊里，整个身体抖得像筛子，压根没注意到一个白色身影悄悄从角落里探出头。我小心翼翼地往回走，放慢脚步，一点点靠近沙发上昏迷不醒的自己，叫醒他。只要叫醒自己，就有机会报警，让霍远征来救我。小小的身子跳到沙发上，毛茸茸的爪子一下下拍着自己的脸。醒醒，醒醒啊，江之意，你都要被人卖了还睡？另外3个女孩看着这一幕，满是震惊。可惜不管我怎么拍，昏迷的我就是不醒。他们心里琢磨着，这是他养的小狗吗？好忠心。我再转头和3个女孩的视线对上，我直接跳到连衣裙女孩身上，小爪子在她身上扒拉，示意她转过身。女孩居然看懂了，红着眼点头，侧身露出被捆绑的双手。我躲到女孩身后，张嘴开始咬绳子，咔哧咔哧啃了半天，终于把一节绳子咬断了一半。就在快要咬断时，角落里的小弟突然站起身，他的手机在口袋里不停震动，他连忙接通：“喂，龙哥，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”挂了电话，他走到几个女孩身边，连一群女孩立马用身体挡住身后的我，旁边的短发女孩也凑过来，3个女孩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我。她们知道，现在或许只有这只狗才是她们唯一的救赎。你许梦田。小弟突然看向连一群女孩，龙哥说，反正你现在也卖不上价了，就去他的赌场伺候吧。你可真是命好，他们几个今晚上就要送出码头了。过来，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去赌场。说着，小弟就来拽许梦田，他的手刚伸过来，我突然跳出来，一口咬在他的手掌心。就是现在，我跳到许梦田身后，死死咬住绳子，狠狠一拽，绳子瞬间被咬断。许梦田趁着小弟盯着掌心鲜血的功夫，抓起地上的砖头，对着他的脑袋狠狠砸下去，砰砰砰，连着砸了3下，砖头碎了，小弟倒在地上，昏迷不醒。许梦田拽掉嘴上的胶带，转身就去给其他人解绳子。快，我们马上没时间了。刚才他说还有人要来，我们要快点。他一边解绳子，一边跑到昏迷的我身边，摇晃着我的身体，可我就是醒不过来。来不及了。许梦田回头看另外2个女孩，你们快跑！那你怎么办？短发女孩问。许梦田把昏迷的我扛在身上，我不能丢下他，我和你一起，我也帮你。另外2个女孩跑过来，一起抬着我往外跑，可我却挡在了她们面前。许梦田急了，小狗狗，快让开！看着他们冒死也要带走我，我的狗眼红了，呜呜呜！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好，可盲目逃跑是错的。下一秒，3个女孩看到我，对着他们摇了摇头，然后跑到昏迷的小弟身边，用小爪子点开他的手机屏幕，按下了3个数字：江州市公安局。霍远征脸色阴沉。狗呢？谁把他的狗弄丢了？办公室里没人敢吭声，有人小声说：“霍队，是丁宇。”霍远征刚要给丁宇打电话，一个女警匆匆跑进来。霍队，110总台说有人报警，在开发区荒地，4个女孩被绑架，还绑了一只狗。霍远征一怔，狗女孩是我。1分钟后，数辆闪烁警灯的警车从市局出发，路上钱鹏飞联系了120急救车赶往报警地。暴雨瓢泼，却没人减速。钱鹏飞脸色凝重。霍队，这会不会跟前段时间
没侦破的年轻女性失踪案有关，就是我们和林清氏并案的那几起。霍远征薄唇抿着，双眸盯着前方被暴雨打湿的路面，片刻沉声道：“联系临清警方。”霍队，报警电话接过来了。钱鹏飞打开免提，电话那头是个颤抖的女孩声音。霍远征追问：“有没有一个女孩叫江之意？还有一只狗？”电话那头的许梦田懵了，这位警官怎么知道？是一只花色相间的狗，另外一个女孩昏迷。旁边的女孩在我身上找到身份证，递给许梦田，他看了一眼，对，她叫江之意。霍远征心底松了口气，又问：“你们几个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人受伤？”许梦田沉默了，这沉默让车上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。别怕，我们马上就到。电话那头传来我的狗叫声，奶凶奶凶的，像是在提醒女孩们外面来人了。有车来了。许梦田的声音压低：“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”别慌，身边有什么武器，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霍远征加大油门，在暴雨里疾驰。不管发生什么，记住，你们的命比任何事都重要。他刚说完，电话那头就传来踹门声和咒骂声。霍远征握紧方向盘，冷眸在雨夜中迸射出寒意。钱鹏飞跟了他3年，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，像要杀人似的。他想提醒警察，杀人也犯法。另一边，废弃房屋根本挡不住门外的撞击，2个成年男人踹碎玻璃窗跳进来。看到女孩们的捆绑被解开，顿时脸色一惊。你们在跟谁打电话？是不是警察？妈的，这几个娘们报警了，咱们还是快逃吧！不行，火丢了老板，要弄死咱们！就在他们抉择时，我一下子从眼前飞过，没等他们反应，狗爪就挠破了高个子男人的一只眼，热血瞬间从他脸上流下来。男人捂着眼睛哀嚎咒骂，另一个男人反应快，回过身一把抓住我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砰的一声，我只觉得头像是炸开似的，好疼。我伸手揉了揉后脑，那里鼓起一个包，摸着生疼。渐渐的，视线开始清晰，我醒了，意识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。我神色担忧地看向地上的小狗，它已经被摔得昏死过去。来不及多想，抓起旁边的棍子，对准2个男人，清脆的嗓音满是威胁：“不许动，老实点！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找武器！”我对3个女孩说。许梦田回过神，捡起砖头站在我身边，另外2个也捡起棍子和啤酒瓶。4个女孩站成一排，手持武器对准2个男人。妈的，老子跟你们几个拼了！我就不信了，我还打不过你们几个小丫头。20分钟后，霍远征的车在开发区废墟停下，暴雨中天色昏暗，看不清路况。霍队，车子开不过去了。霍远征眯着眼扫过一栋栋废楼，4人一组，搜索所有可疑2层建筑。是。暴雨顷刻间浸透了所有人的衣衫，没人躲雨，只想尽快找到我们。时间就是生命。霍远征带着一组人在废墟碎石中寻找，1栋2栋都没有。难道我们已经被转移了？就在所有人冒出这个可怕想法时，有人大喊：“霍队，你看前面！”闪电划破夜空，照亮了雨夜的废墟。前方几十米远，隐约能看到几个人影。又一道闪电亮起，众人看清了，是4个女孩，瘦弱又狼狈，互相搀扶着踉跄走来。我怀里抱着小狗，雨水模糊了视线，却还是看清了向我跑来的高大身影。霍远征，我耗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瘫软在霍远征怀里。后面楼，一句话没说完，脑袋传来剧痛，昏了过去。另外几个女孩终于逃离魔窟，紧绷的神经也在这一刻崩断。快，医生，救护车，通知急诊室，快点，让临清警方马上到医院会合。我们被送上救护车，霍远征带队走进前方的2层建筑，一进门就闻到血腥味，地上躺着3个昏迷的男人。江州市医院。我醒来时感觉后脑生疼。医生，他醒了。霍远征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。钱鹏飞急急忙忙跑进来。霍队，有线索。他走近，压低声音：“我们找到了逃跑的陈龙和张浩。”霍远征听完立刻站起身，回头看迟燕：“他交给你了。”说完，沉沉看了我一眼，转身离开。迟燕挑眉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的我：“这次你是小狗。”我忍着疼想下床，被迟燕拦住：“去哪？那几个女孩呢？”迟燕指了指隔壁病房，在隔壁，情况还好，只是……我蹙眉，我知道。我跑到破房子时，许梦田已经被张浩欺负了，我现在恨得牙痒痒，怎么没把张浩咬死？情绪一激动，一阵反胃感袭来。迟燕一手扶着我的后背，一手垫好枕头，躺下休息。我被按在床上，又问：“那他？”迟燕沉默片刻，简风正在帮他。我虚弱的点点头，心里泛着酸涩。许梦田是个坚强的女孩，她一定能挺过去。迟燕看着我脸色不好，缓缓说：“临清市警方已经确定了2名失踪女性的身份，接下来会顺着这条线查下去，法律不会放过他们。你现在需要休息。”我心里满是疑惑，为什么是我？那个龙哥为什么要绑我？他们是随机选择单身女性，还是早就盯上的？我问。迟燕看了我一眼：“这个你要去问霍远征，我是法医，只会解剖。”
我无语，真想对他2句，可实在虚弱，只想睡觉。在药物作用下，我沉沉睡去。这一次没有变成任何小动物，睡了个安稳觉。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下午，睁眼就看到霍远征醒了。他与我对视，他们没事，已经被临清市警方带回去了。另外，接下来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看着他凝重的表情，点点头，示意他继续。其他女孩都是随机作案，只有你是他老板点名要绑架的。我眉头紧锁，冷静片刻问：他的老板是谁？霍远征眸色深沉地看着我。你也认识？我认识。我惊愕地看着他，看着我复杂的神色。霍远征冷声说：我们也没想到是他。到底是谁？我紧